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今天聊这个事儿啊，它就跟那个鞋里的小石子似的，硌得人心慌。大家上网可能都刷到过这么一句话啊，听着挺冲的：樱花大雪，媚日入魂，龌龊行事，毁人不倦。哎呦喂，这话说的够狠吧？我刚瞅见的时候也是一愣啊，心想这又是谁跟谁又掐起来了？结果定睛一看，好家伙，矛头直指一所咱们国内顶呱呱的学府——武汉大学。这事的导火索是啥呢？就是几张照片，关于这个武大2025级新生开学典礼的。哎，你想想那个场面啊，新来的学子们一个个啊，脸上洋溢着对这个大学生活的向往，那叫一个朝气蓬勃啊！开学典礼嘛，那肯定得整得漂漂亮亮，场面得宏大。这个广场上整整齐齐的就摆满了白色的小椅子，准备迎接新生。可是问题啊，就出现在这椅子上了。那白色的椅背上也不知道是谁想的主意，齐刷刷的贴上了一个圆形的红色的标签儿。一大片白茫茫的椅子呀，上面一个个红圆点。哎，这玩意儿从远处一看像什么呢？你瞧瞧，这像啥呀？尤其是在这个大太阳底下，那叫一个显眼啊，那叫一个刺目。好多网友当时心里就咯噔一下哦，感觉这个味儿不太对呀，这不就是日本国旗吗？这个照片一传到网上，好家伙，舆论瞬间就炸了。那句开头的黑话就是这么来的。这网友们就问了，这到底是无心之失，还是有人故意夹带私货？一个简简单单的开学典礼，怎么就整出了这么一档子让人心里面添堵的事儿？有人说，嗨，不就是个标签嘛，为了区分座位用的，至于这么上纲上线吗？可能就是个乌龙事件。哎，朋友们，话不能这么说啊，咱得琢磨琢磨，一场国内顶尖大学的开学典礼，这是多大的事啊！这可不是咱们小区里头办个中秋晚会，随便拉几个人凑合凑合就行的。那从前期的策划、方案审批，到中期的物料采购、场地布置，再到最后这个典礼的执行，这是一环扣一环啊！得有多少人过手，得有多少双眼睛盯着。哎，咱就说说这个标签啊，首先谁设计的，谁选的这个图案啊？一个白底红圆圈，这个视觉符号在东亚这个文化圈里意味着什么？难道这个设计师心里他就没点数吗？那就算这个设计师年轻，历史学的也不太好，那审核的人呢？策划团队呢？负责场地布置的老师、学生干部呢？哎，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哎，哥们儿，这图案是不是有点不合适啊？咱换一个。这个不是什么藏在犄角旮旯里的小毛病啊，这个是明晃晃的摆在几千人眼皮子底下的事啊。但凡咱就说但凡有一个人这个心里面装着点历史，对这个民族情感有一丝丝的敬畏，那看到这个设计都应该感觉到不舒服呀。可是结果呢，他就这么从设计图纸变成了实物，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开学典礼上，这就让人不得不打个大大的问号了啊。而且嘛，咱还得看看这个事儿发生的时间，9月份呀，朋友们，这个9月对于咱们中国人来说是个什么月份啊？咱们再往前倒，9月3号刚刚过去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日，这是我们民族用血和泪换来的胜利。这刚纪念完胜利日没几天，你就在一个几千人的大场面上整出这么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布置，哎，你说这公众的情绪能不敏感吗？马上就918了，那更是国耻日啊，警钟长鸣。这整个9月啊，都是笼罩在一种庄严肃穆、回顾历史的氛围里。那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任何可能触碰到历史伤疤的行为啊，都会被无限的放大。这不仅仅是网友玻璃心啊，这是最基本的民族情感的体现。这就好比啊，你不能在人家办喜事的时候啊穿了一身白去吧，你也不能在别人悼念逝者的时候敲锣打鼓放鞭炮吧，这是一个道理啊。在这种特殊的日子里，就得有这种特殊的敬畏。那这所大学啊，难道连这点最基本的人情世故都不懂吗？还是说压根儿就没把这个当回事儿？所以啊，当这个网友们愤怒的时候啊，我特别能理解。有个网友叫爱国小卫士啊，他说，一所知名高校本应该是传道授业解惑、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圣地，怎么能搞出这种严重伤害民族感情的布置啊？这要是一句工作失误就能糊弄过去，那也太小看大伙儿的智商了吧。还有一位网友说的更深刻啊，这事啊，不管是不是故意的，都暴露了学校在筹备大型活动的时候政治敏感度几乎为零。育人先育己，你在教学生爱国之前
啊，得先把自己这根弦给绷紧了呀。当然呢，也有人会说，哎，你这就是吹毛求疵，不就是为了区分座位嘛？让人家怎么办呢？哎，这位朋友，这话说的啊，咱今天就现场开个脑洞会，看看除了这个红膏药的标签，还有多少种办法能完成任务。那这个活呢，一点都不难啊。咱就说啊，这个学校当时的目的呢，据说是为了让穿着红色衣服的新生啊，能快速找到自己的位置，方便在这个典礼上组成一个特定的方阵或者是图案。那行，那目标很明确啊，咱就看解决方案啊。首先从这个形状上说，哎，你就非得用圆形嘛？那方形不行吗？那三角形不行吗？咱中国的五角星那多亮堂啊，多有代表性啊！你用一个五角星贴纸，谁能出来说半个不字？既能区分座位，还饱含了爱国热情，一举两得呀，多好！那这个五大校徽肯定是有的吧？把这个校徽里头有点特色的东西啊，也印成贴纸，往这个椅子上一贴，这立马就显得有文化、有底蕴。或者是简单一点啊，你就弄个红心啊，一颗红彤彤的爱心，代表着学校对新生的欢迎和关爱。这寓意那可比那个红膏药强太多了，简直是没法比呀！简单明了，全世界都懂，保证不会让人想歪。哎，你瞅瞅，我这随便想想啊，个个都比这个白底红圈圈强啊！那这么多花样，成百上千种选择就摆在眼前，这策划团队是怎么做到这么厉害，把所有的正确答案都躲开了？哎，偏偏就选了这么一个能惹麻烦的炸弹。那这到底是水平不行，还是压根这个屁股就坐歪了呢？搞不好两样都有。咱说句公道话啊，你把这个所有问题都归咎于一个小小的板凳标签，可能确实是有点冤枉。但是为什么这个公众的反应会这么激烈啊？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哦，这背后啊是武汉大学近年来一些争议事件积累下来的一种公众情绪的集中爆发。咱就说最有名的那个樱花，那武大的樱花那是全国闻名啊，每年的春天樱花大道上人山人海，美不胜收啊。这本来是件好事啊，这个是学校的一张名片，对吧？但是呢，渐渐的啊，这个事儿它就有点变味儿了。最早呢是关于樱花的起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武大的樱花和这个日本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本身呢它是一段历史，正视它，你讲清楚它没有问题啊。但有些人吧，他总喜欢借着这个樱花说一些模棱两可，甚至有点谄媚的话，这就让很多人不舒服了。樱花是无辜的呀，但是借题发挥的人可不一定。后来呢，就是这个樱花的过度商业化啊，本来是这个校园里的一道风景，结果搞得跟旅游景点似的，要预约，要限流，校门口还黄牛成堆，校园里人挤人，商业气息越来越浓。很多本校的学生都抱怨，感觉自己的学校被出卖了，赏个花都不得安生。那这种种的争议啊，让樱花这个词啊，在武大的语境里啊变得有点复杂，甚至和媚日这个词啊产生了一些不清不楚的联想。那这次板凳事件一出来，那个樱花大学媚日入魂的说法啊，其实就是把过去对这个樱花争议的旧账和现在这个板凳标签的新账一块给算了。可以说，这个板凳事件它就像是一根火柴，点燃了早就堆在那里的干柴。那除了这个樱花，还有一些其他的管理问题、学术风波等等啊，这些年也是时有耳闻。这一系列的事情串联起来，就让这个公众啊形成了一种印象：这所百年名校是不是在管理上，在这个文化传承上，在这个思想教育上出现了一些偏差？那是不是离地太久，有点听不到普通民众的声音了？事情发酵之后，肯定会有这个学校的人出来解释，说这是误会，是这个工作人员考虑不周，我们本意是好的，是为了迎接新生，等等等等啊。但是朋友们，这个事儿它有反转吗？没有啊。因为这个事实它就摆在那儿，白色的椅子，红色的圆标，在那个特殊的时间点刺痛了国人的眼睛，伤害了公众的感情。这个事实啊，是任何解释它都抹不掉的。你可以解释啊，你的动机是好的，但是你无法否认你造成的这个结果它是坏的呀。这就好比啊，你在一个很安静的图书馆里，不小心的把一摞书啊给推倒了，那哗啦一声巨响，吓了所有人一跳，然后你就赶紧道歉说啊，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那大家可能会原谅你，但是呢，那个噪音它已经造成了呀，那个安静的氛围已经被你破坏了，那你不是故意的，并不能让那个噪音消失呀。这次板凳事件就是那一声巨响，
它给所有的高校乃至我们社会上所有的机构都敲响了一记警钟。这记警钟就告诉我们第一，历史不能忘，也忘不了我们这个民族经历过什么，我们心里得有数。任何涉及到历史，特别是民族伤痛史的设计和言行，都必须慎之又慎，这不是开玩笑的，这是底线。那第二呢，民族情感是真实存在的，不容亵渎。别总觉得网友们是没事找事，是键盘侠。当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对同一件事感到愤怒和不适时那就说明这件事它确实是触碰到了大家共同的情感底线。那这种情感呢，是维系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纽带，是我们的根。还有这第三点专业性不仅体现在这个学术上，更体现在细节里。作为一所顶尖的学府，你的专业性不能只停留在论文和科研成果上。你举办一场活动的水平，你处理一个公共事件的能力，你对社会情绪的感知和把握，这些都是你专业性的一部分。细节决定成败，一个标签的细节呢，就能暴露出你管理上的巨大漏洞。那聊了这么半天可能有朋友也会觉得我说的有点重了。但是我们之所以对这个武汉大学这样的名校有这么高的要求就是因为我们对于它寄予了厚望。我们希望它不仅能培养出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还能培养出一批批有骨气、有担当、有家国情怀的中国人。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思想的灯塔，一个文化的圣地，而不是一个频频因为一些低级失误而登上热搜的网红。所以这次的板凳风波绝不能在一片喧嚣之后就这么无声无息的过去了。那相关的人员该调查的要调查，该处理的要处理。但更重要的是，这个学校管理层要进行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反思。只有严肃处理类似的事情武汉大学才能真正对得起那百年学府的金字招牌，才能不辜负亿万国人的殷切期望。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了。对于这场板凳风波，你心里是怎么想的呢？你觉得这到底是一场无心的巧合，还是这个背后另有咱们不知道的故事？欢迎大家在评论区聊聊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